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女儿背着我和别人偷偷领了证，还把证甩在我面前威胁我。妈，木已成舟，您就同意我和顾启在一起吧。我冷笑一声，转头叫来保安，把这两个人轰出去。今天起，华淑清自华氏除名，永久失去继承权。华氏家宴被华淑清彻底毁了。18位珍品，劳累家族耆老卖了好大的面子，请来宋家如今的门面掌勺，亲自下厨料理的珍馐。现在是一口也吃不下。女儿穿着定制的旗袍，姿态得体，落落大方，是我一直以来悉心培养的模样。就是挽着男人的那条手臂，仿佛在打我耳光。这个男人我见过的，就是女儿大学毕业分手的那个。恋爱时候我没参与，年轻人嘛，自由恋爱。分手原因我倒是调查了一下，原来是人家被导师女儿看中了，要争取留校任教的机会。周遭一片安静，家族向来主心骨为尊。不过这个情况，某些个心怀鬼胎的怕是已经在心里大笑了。小青，咱们家宴不便邀请你的朋友参加，先安顿在客房住下，稍后妈妈再设宴款待。我本意是给个台阶，毕竟女儿是亲生的，参与家宴的族人里面也分个亲疏内外，像这种事还是关门自家解决的好。可惜华淑清对我的苦心是半点不懂，或者根本就是借这个场合来逼我点头的。蠢货女儿将结婚证甩到我面前，妈，我和顾启已经领证了，木已成舟，您就同意我和顾启在一起吧。说完挽着男人的手臂还紧了紧。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旁边一直忙前忙后的管家秦若，也是我的干儿子，适时上前来解围。小姐，我先带顾先生去客房安顿好吗？您先陪夫人用餐，家宴时间就要到了。华淑清不屑地哼笑一声，看向秦若的目光嫌恶不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家的事情你少掺和，别以为我妈认了你当干儿子就是画家，混账东西，这话我听不得。没等他说完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反手还想再来一下。顾启连忙上前挡在华淑清面前，妈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小青只是想和我在一起，有什么错？你这一声妈我当不起。让开，我在管教女儿，竟敢辱骂兄长。什么兄长？华淑清躲在顾启身后，捂着脸哭喊，不过是保姆的孙子。你能接受他当儿子，为什么不能接受顾启做女婿？精心教导的女儿居然是这种想法，我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，深吸一口气，冷静下来，给了他2个选择。小青，要么你听妈妈的，先参加家宴，要么现在就走，就当我从来没生过你这么个女儿。从小娇宠大的华淑清哪里肯受这个气，当下扯着顾启扭头就走。可怜那顾启是个会装的，稍稍安抚下我那蠢女儿，满脸恳切地对着我道，妈您放心，给我时间，我一定会证明我是真心对青青的。我笑了，好好证明，用你留校失败只能靠零散补课残喘度日的工资，试试看养不养得起华淑清。不想再看顾启难堪的嘴脸，我吩咐秦若叫来保安，毫不留情地将2人送了出去。三叔这时候突然扮起和事佬，宁宁，孩子虽然不懂事，毕竟是你一个人这么多年拉扯大的，母女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呢？
有些人总以为别人犯了错，他就能得到什么好处一样，做事后好人加把火这种无用功，集团里我都看腻了。三叔您放心，我华宁说到做到，华淑清今日起自华氏除名，永久失去继承权。秦若将会成为华氏第一顺位继承人。华淑清作为我的独女，一直以来在众人眼里都是理所当然的华氏接班人，估摸着她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，所以做事起来无所顾忌。隔日，我立即召开了董事会，宣布人事任命。第一，卸去华淑清总经理职位，永不再用。第二，秦若由副总晋升为总经理，华宁名下股份均由秦若代持。这意味着华淑清被彻底踢出了华氏，同时也表明了我华宁的态度：秦若将被作为华氏真正的继承人培养。董事们态度各异，暂且不提，我那纯女儿倒是一如既往的下午1点到达公司，走过场了。只不过连大门都没进去，指纹被删除，保安也得到了命令，整个人在寒风里面呆若木鸡。很快他就会发现，失去华宁女儿这个身份，他名下能称得上财产的，只有他过去挥霍来的那些大牌衣物了。妈，我可是你女儿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女儿还是有点脑子，知道在停车场堵车门，可惜脑子虽然有，但不是很够用。这声妈，你可以不用叫。我关上车门，摇下车窗。对了，明天有空的话，可以再来一趟公司，见下律师，我会和保安打招呼的。华淑清明显有点慌了，见律师。我冷淡的点点头，戴上墨镜，当然不来也行。华淑清更慌了，在车尾气里面大声喊着妈，声音之凄厉，连司机都听不下去了，踩油门的力道明显大了几分。怪我从前一叶障目，身边多少人受了这华淑清的罪呢？路上我接到了那人的电话：华宁，你恨我就算了，小青可是你亲生的。听到这个声音，胃里面简直是翻江倒海的恶心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拉黑一条龙。钱英旭，华淑清血缘上的父亲，连人都算不上的东西。当年如果不是他，怕是也不会有今天的华宁。心底像是压了一座冰山，立马让秦若去查是哪个不开眼的找这种东西来恶心我。秦若办事很快，2个小时就有了回复，只是说话有些吞吞吐吐的。冰山隐隐有了崩裂的趋势，我立即明白过来，华淑清自己联系的。秦若叹气：妈，青青还小，是我们平时太宠她了。呵，华淑清才不到30，她还是个孩子。一些不合时宜的软弱突然涌到眼眶。从前念在不能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总是多些包容和忍耐。毕业分手，名义上送她出国深造，实际她不学无术，四处享乐。玩够了，回国就给她挂上总经理的名号，有秦若在侧，只要不动摇华氏根基，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。我想着，有我华宁在，保驾护航，我的女儿当个自由的金丝雀也没什么不好。就是没想到，真的有人金丝雀也做不好，竟要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还连带着给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见了律师，直奔主题，处理下华氏，还有我和华淑清的关系，
务必做到不要拖泥带水、藕断丝连，确保华淑清日后不能从这里拿走一分钱。张律和我们家也算世交了，俩家关系盘根错节，说是同生并弟都不为过。闻言直接戳中我还没考虑到的那一部分，华小姐的保险那一部分也要处理掉是罚。不愧是业界天花板，我忍不住两手轻拍，不愧是你。向来不输阵的张景云回道：彼此。嘴上不输，手里的工作也没停，说话间的功夫，就从带来的成山文件堆里抽出一部分垒到我面前。这一部分你先签，还有一些需要华小姐本人。做律师的大抵都有些乌鸦嘴在身上的。话音未落，秦若就带着华淑清敲门了。华淑清红着眼眶，应该是在门口听见了一部分。妈，你真这么狠心？可能是那通电话的后遗症，听了这么多年的声音，此刻竟然也让我有些反胃。不愿理会，我戴上墨镜，放松身体，靠近沙发。张律，有什么需要华小姐配合的，尽管提。如果有人不配合，走司法程序解决。妈，华淑清猛地一跺脚，您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就因为当年我们分手的事情吗？顾琪已经解释了，他是被逼的。他后来也没有留校，一直在等我。永远不要试图和一个沉浸在恋爱童话里的女人讲道理。我深谙此道，更是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只是多少有些不耐烦，翘二郎腿的姿势换了又换。到底是秦若心疼妹妹，纸巾一张接着一张地，偌大的房间只剩华淑清的抽噎声。半晌，张律终于整理好了另一部分文件。华小姐，麻烦在这些文件上面签字。从前华淑清签字都是别人恭恭敬敬将文件摆放到办公桌上，张律这丝眼也不抬的，只是做事将文件往华淑清站着的方向推了几公分。这巨大的落差让华淑清爆发了。妈，你不能因为我爸的事情就剥夺我的幸福。砰，冰山炸了。我控制不住地将手中咖啡摔出去。华淑清，钱英旭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是吗？我想我此刻的表情一定是要吃人的。华宁一声坦荡，只有钱英旭是我最不堪、最想将他埋进18层地狱永不见光的过往。但凡他跟人沾半点关系，我们之间都只会是个再常见不过的叛逆富家女和清贫大学生的桥段。可钱英旭不是人，他在我怀孕4个月的时候被我发现聚众嫖娼，之后把我囚禁起来。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，在没有成为牢笼前，我还满心欢喜地规划着，它可以先用来做月嫂间，等孩子大一点，就堆满他心爱的玩具，墙壁换成可涂画的材质，一家子人每到新年就给房间换新的主题涂鸦。孩子再大一点，就换成书房或者衣帽间也可以。总归是美好的、温馨的。被囚禁的后一段日子，我几近疯掉的边缘，在一屋子吃喝拉撒、混乱恶心的气味里，一遍一遍地想象充满希望的生活，才撑到秦若父母来解救我的那一天。秦姨是家里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保姆，预产期那几天，心里总是不踏实，这才让自己儿子2人来看我。2人将我抢出来，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秦若妈妈拼命护住了我和孩子，他们2人却没能留住。所以这么些年，每到忌日，
我都带着华淑清和秦若一起祭拜。起初，华淑清问过为什么，我只说秦爸秦妈是我们母女的救命恩人，再多我就不愿提起了。我以为华淑清心生怨怼是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可看着眼前笑似钱英旭的脸蛋，瑟缩畏惧，我知道我再一次错了。一声笑不自觉地溢出来：“你管钱英旭叫爸。”华淑清打了个冷战，小跑到我身前蹲下，抱住我的膝盖，下巴搭在手背上，和以前撒娇的姿态一模一样。妈，我错了，我没有管钱英旭叫爸，我和您一样恨他，打电话就是觉得要不是他您不会这么反对我和顾启的，我还骂了他一顿呢。好，我点点头，其实叫爸也没关系，毕竟是你亲生父亲。况且这2年我也想过了，当年也不全是他的错，我还挺想见见他的。华淑清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连带着声音都有几分欢快。真的吗？妈，你愿意原谅爸？爸说他这几年一直很后悔。啪！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房间空旷，甚至能听见微微的回声。华淑清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挨过打，短短3天却挨了2个眼光，现在整个人已经呆愣在原地。张景云在旁边看了好大一出戏，应当是看够了，推了推他的金丝边眼镜，说道：“华小姐，您还是签字吧。”秦若走上前，扶起华淑清：“青青，别惹你妈妈生气了。”“不要你管。”华淑清猛地回过神，反手一把推开秦若：“你到底给我妈吃了什么药？亲女儿也不要了。”我看着眼前的女儿，突然冷静下来，越发无比的理智与清醒。拿起包包，吩咐张景云：“走司法程序吧。”看来华小姐是不愿配合了。秦若叹口气，也准备随我一同离开。行至玄关，我那长歪了脑子的女儿在背后大喊道：“我要去仲裁你们！公司无故开除我，要给我赔偿，否则我就去劳动仲裁。”张景云惊呆了，具体表现为金丝边眼镜在他抬头的一瞬间直线下落，堪堪卡在下巴上。他此刻的内心一定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还没脑子的人。我这心里倒是五味杂陈，甚至还有一点点欣慰。华淑清竟然知道劳动仲裁了，不用想都知道是谁教的。如果这个人不是顾启的话，真想给他记一功。略挑下嘴角：“好啊，让我听听你想要多少赔偿。”华淑清眼底闪过一丝不自信，然后强装镇定，大声道：“按照法律规定，要给我4个月工资作为赔偿。学了，但没完全学。顾启大概也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门外汉，没搞清楚劳动补偿也有限高的，妄想着攀缝不成，先捞一笔再说。说不定以华淑清的消费水平，顾启还以为这会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目。不过无所谓，我连这点钱都没打算给他们。自华淑清被安排到总经理这个位置上，一件正事都没做过，钱倒是没少花，就这半个月记在公司账上的消费，他要的那点赔偿都不够补的。希望这2人受得住这个打击。可惜毫无意外的，我的希望落空了。收到裁决书那天，华淑清带着顾启找上门，我早有预料，一早就吩咐了不让人拦着，顺带把张景云揪过来放着，冲冲门面。
顾启总算还是个男人，张景云不苟言笑时的压迫感，一般人受不住。他仍可以挺直腰板质问：华董，您不认我没关系，青青可是您亲女儿，您怎么能买通关系判我们倒赔10几万？咣当！张景云很生气，把助理手上厚厚一摞法律用书抱过来，摔在两人面前，请慎言。裁决有法有据，如有疑问，自行翻阅。我接着掏出华淑清的工资流水和消费记录，一并拍在两人眼前。律师界的天花板就在一边看着，那些书两个人是一点不敢碰，犹犹豫豫拿起了华淑清的流水。近1年，入华淑清账上的少说也300万，消费记录却只有20来万的样子。顾启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脸色变幻莫测，不可谓不精彩。最终，顾启选择了最不明智的表达方式：华董，证据摆在这里，扣掉青青要归还的欠款，还得补偿我们60万。这番话说的可谓是义正言辞，狗听了都要把嘴里的骨头吐出来汪2声，以示支持的程度。就是不知道仲裁委的工作人员听了是不是会吐血。大律师仿佛听见了我内心的脏话，捂嘴低低地咳嗽一声，示意我看一眼华淑清。我那脑干彻底消失的女儿正一脸崇拜信任地盯着她的丈夫。所以我的女儿等于狗。那我一时间窘迫至极，我端起茶杯猛灌一口，张景云已经在操着不耐的嗓音撵人了：年轻人，回去多读点书。我十分配合地放下茶杯起身，丝毫眼神都没给地吩咐道：送客。妈，华淑清还想说点什么，被顾启心虚地按住扯走了。本以为经过这件事情，顾启的本性基本上要暴露出来，华淑清也能及早看清抽身离开，却没想到是我小看了顾启。大约1个月后，秦若收到了顾启的短信：给我500万，我就离开你女儿。得到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张景云下棋。前2天各种分割手续才算告一段落，大律师直言人都要累傻了，非大餐不能弥补，这才把人请到老宅来。就是没想到居然有人会把下象棋作为饭前准备运动。将军，张景云气定神闲地吃掉我最后一颗赖以生存的棋子，华董又输了。我按捺住想要捶人的冲动，咬着牙转移话题。这顾启算盘倒是打得响，信息居然发到若若那里。秦若打钱的概率再小，也比到你这零的概率高。张景云将棋子一一摆回去，我倒是更好奇，秦若居然连这事都跟你汇报。说到这，我更烦心了。秦若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分寸感太强，家宴不上桌，大事全汇报，至今都没把自己放到继承人的位置上。张景云看透我心中所想，将最后一颗棋子摆好，有分寸是好事，至少不会真的汇500万去换你女儿。这话听着不对劲，我抄起刚摆好的棋子扔出去，被轻松接住。张律真是老当益壮。对面的男人肉眼可见的僵住。我舒坦了，继续转移话题，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，不管顾启打的什么算盘，我赌3天之内华淑清要回来哭了。绝不输阵的张律跟上，我赌明天就到。我赢了。第3天半夜，华淑清摸黑回到老宅，扑在我面前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妈妈，顾启骗了我，
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。他不是人。呜呜呜！我敷着面膜，冷淡问道：他怎么骗你了？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。我剩的钱都用来还公司欠款了，身上没钱了，他就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就是为了钱。呜呜呜！来来回回就这几句话，我已经听腻了，干脆换个问法。行了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华淑清抽噎着回答：就是和之前对我不一样了，他就是为了钱才和我结婚的。停！我是真的不想再听他念经了，说具体点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仿佛想到了更伤心的事情，华淑清哭得更大声了，连话都说不囫囵的样子。他脑子不灵光，戏也演不好。我忽然无比感激当初阻止他逐梦演艺圈的自己，不然人生黑料又多一笔。这事如果让张景云知道了，保不齐又得损我2句。怎么这时候想起他了？见我出神，华淑清的独角戏有点唱不下去，哭声渐渐小了。半晌，他依偎过来，靠在我肩头。妈，我错了，我要跟顾启离婚。我回神，立即表示赞同，离吧。可是没有那500万，顾启不肯签字。妈，说到底，我也是您的女儿，就给他吧。顾启真是好手段，有机会真想问问他到底怎么骗的傻子。实在没忍住，我哼笑出声：你这声妈我当真是受不起，你还是去做钱英旭的女儿吧。华淑清僵住，我撤出肩膀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华淑清。我是老了，不是傻了。如果说华淑清的哭戏只是让我存疑，那么此刻我真正的确认了2人的目的。离婚是假，要钱才是真。华淑清被彻底赶出了家门，近10个月，我再没关注过他的消息。华董可真够狠心的。张景云感叹道。我翻阅着秦若送来的年度报告，头也不抬地回他：过奖。秦若已经完全征服了董事会，家族里的非议也渐渐平息，继承权算是握稳了。张景云慢悠悠地嘬口茶：要不是了解你，外面那些传秦若是你亲儿子的谣言我都要信了。了解我？我狐疑地瞟一眼最近造访愈发频繁的大律师，感觉有什么东西超出了掌握。华氏和张家虽然关系复杂，说到底也是利益上的纠葛，要说有情义牵绊，都是网上数2倍的事情了。到了我们这代，关系最好的时候，大概是同上一所私立幼儿园。张景云习惯性地服下金丝边眼镜，有问题。不知怎么觉得有点好笑。我暴毙看向张景云，要不是这么些年几乎全是工作往来，我都要信了你的鬼话了。张景云听了这话，同样暴毙回看我，眼神意味深长。于是我突然想起大约2个月前，钱英旭找到一些网络媒体爆料当年的事情。当年媒体并不发达，加上我父母的刻意压制，是以这些事情并没大肆宣扬出去。钱英旭这个垃圾在狱里面那几年过得应该相当滋润，出来时不知怎么人已经残废了，一直靠补助过日子，或许之前还从华淑清那里拿过钱。华淑清被赶出家门后，钱英旭大概是过不下去了，才狗急跳墙找了媒体来打算赚点钱。可惜他不懂，比起爆料，那些媒体更愿意拿着消息到我这里来换钱。如果不是华氏刚经历了变更继承权的动荡，这点子威胁我压根不放在眼里。
当下却只能捏着鼻子让公关部谈判了。公关部夜以继日加班加点，拉锯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对方却突然撤退，留下公关部一众精英面面相觑，群脸懵逼。我那时正忙着帮秦若与家族耆老斡旋，没空深究原因，反正解决了就行。现在张景云用这眼神看着我，我恍然大明白，钱英旭的事情你帮忙解决的。他故作姿态地浅咳一声，抬手微微拂下金丝边眼镜，深藏功与名，算是默认了。该言谢的时候不能吝啬。我放下报告，亲自点茶端到张景云手上，感谢张大律师伸出援手。张景云接过茶，美滋滋嘬了一口，听话懂道声谢可真不容易。少来。我优雅地甩下一个白眼，戴上老花镜，继续看报告。上次老宅的饭不知道是谁撑的，弯腰坐车都不成，愣是绕着我家的湖跑了3、4圈。哎，那可不一样好罚。张景云煞有介事的连连摆手，上次那是什么待遇？有人下棋都心不在焉的。我顿时有点心虚，当时确实不太有诚意。于是我不再接话，专心看起报告。见我不理会他，张景云也安静下来，细细品茶。锦绣晚霞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在我们之间填上一抹灿烂的光影，静谧美好，一如华宁年少时曾经憧憬过的模样。然而此时的我浑然未觉，全心全意地扑在报告上。大年夜，秦若被我强硬按在主桌落座。这个手腕铁血叱咤商场的孩子，此刻手足无措地在我耳边小声不断地唠叨：妈，张叔一个人怕忙不过来，我去帮帮他。妈，您的心意我都懂，就别为难我了行不行？妈，如坐针毡的样子像极了被迫陪领导吃饭的打工人。哎呀，行了！一屋子人被我突然大声不耐烦的音量震住，纷纷看了过来。就在刚刚那一瞬间，我灵光乍闪，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秦若总是在拿捏分寸。是我太顺着他了，怕他想太多，怕他不适应。我从未对他打骂责罚，连句重话都不曾有，也默许了他像佣人一样在家里忙前忙后的行为。可亲生父母不是这样的，拿捏分寸的先是我，而后才是秦若。我揉揉额角，佯装头疼的接着吼秦若：真是给你惯坏了，妈的话都敢不听。妈，我没我打断秦若，没让他再说下去，转头向三叔抱怨道：三叔您说说他，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大事已定，三叔是个老人精了。这种时候也不再恶心人，接话很快：宁宁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有秦若这孩子主持家里，你可享福喽，不像我家那几个，一天天正事不干，到处惹祸。这话听着舒坦至极，我自然不介意接过三叔打得噼里啪啦响的算盘。老五他们几个又给您惹祸了。老五是三叔家孙辈最大那一个的排行，也不是啥大事。三叔不好意思地抹两下八字胡，就是他们管的那个子公司赔了点钱，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想着若若能不能给拨点钱啊。不愧是人精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问谁。我儿子也不差，面对三叔直勾勾的眼神，他瞬间有了一家之主的样子，举杯笑着回道：舅公哪里的话，回头我们兄弟几个单独吃饭细聊。来，若若敬您。
一番话说得丝毫痕迹不漏，给了长辈面子，又把公私分得清楚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孩子。有秦若在，这顿家宴是我许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。说起来有一点真是该感谢顾启，虽然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华淑清接手公司，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完成权力转移，白白耽误了秦若许久。脑海突然闪过张景云那日在办公室自信说了解我的样子，他该不会一早就看出来了吧？为了求证，年节方过，我就约了张景云喝茶。果不其然，张景云透过眼镜略显傲娇地瞥我一眼，话懂深谋远虑，心思哪是我个小律师能揣摩的。讲道理，他有那么点老牛撒娇的擦边行为，我应当感到十分不适才对，却意外地觉得这人可爱起来。心里这么想，嘴上不能输，可以了，张大律师，年过半百的人了，羞不羞？本以为张景云会往常一样不输阵的回怼，谁知他突然气馁地垮下肩膀：“华宁，你当真石头做的心肠是法？”饶是心中早有猜想，此时面对如此直球，我竟也难得的有些呆愣。见我呆了，张景云没好气地接着道：“你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，我的理想是什么吗？律法世家，几辈人都在这个圈子里，还能是什么？律师呗。”我下意识地回道。张景云瞬间变脸，铺天盖地的压迫感袭来，我急忙回神：“等等等等，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，给点提示。”算了，张景云十分泄气，直白告诉我是宇航员。我兴趣顿时上来：“那你怎么还是做了律师呢？”张景云不说话，又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。于是，一些久远到只剩黑白的记忆，渐渐地浮现在眼前。小小一只的华宁对着同样小小的张景云懵懂追问：“你要是做了宇航员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常常找你玩了？”小小的张景云自顾自摆弄模型，不理人。那我要是被坏人欺负了怎么办呢？小小的张景云僵住，表情突然严肃起来。我试探道：“不会因为幼儿园时候的玩闹吧？”张景云还是不说话，盯着我，表情掺着点委屈。然后我想到更多，被秦若父母救出来，当天我就生产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日子浑浑噩噩，很是颓废，直到钱英旭入狱的消息传来，我才重新振作。华氏的案子向来交托给张家的，钱英旭因为家暴和故意伤害两罪并罚，从重量刑。我当时觉得理所应当，现在却隐约想起，那时帮我操办的人是张景云。霎时间，一丝少女羞褐涌上心头，我罕见地结巴起来：“你这么多年你……”张景云叹口气：“我家里管得严，你知道的。离开幼儿园，我就没什么玩的时间了。后来大一点，就被送出国进修，回来你已经是别人的女朋友。再后来听说你为了那个人渣和家里闹翻，我想应该是良缘，就死心了。接着我历经劫难，幡然醒悟，化身女强人，和他们家往来也全是工作，多数由法务部对接，没什么人情走动。我想了想，憋出一个疑问：外界都传你是 gay。 张景云的眼神顿时变得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仿佛我再说下去就要把我就地正法似的。该如何描述我这时的心情？像是被命运猝不及防喂了一颗糖。然而还没等我细细品出滋味，秦若的信息就来了：
还附带一张照片。妈，青青流产了。照片里，华淑清眼神浑浊，形容枯槁，真正看起来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。我还是赶到了医院。华淑清看见我，眼泪像断线珠子般扑簌簌掉下，却倔强地偏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。这模样倒是更像我亲生的。我也不强迫他，问一边的秦若，医生怎么说？营养不良。秦若的语调像是即将喷发的火山，字字咬牙切齿。不可置信，什么年头了，还有人因为营养不良流产？怒火中烧，我愈发冷静，坐到华淑清面前。华淑清躲躲闪闪，始终不敢看我。我心软了。青青，委屈说出来，妈妈帮你做主。这句话仿佛引线，点燃了华淑清这几个月所有的委屈。她嚎啕大哭，断断续续道出了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。那天华淑清被赶出家门后，倔劲也上来了，绝了要从我这再拿钱的心思。一开始顾启自然是千依百顺，哄着华淑清把倒卖衣服包包的钱拿出来，置办了2人的房子。是的，在这城市混那么久，顾启还没自己的房子。房子买完，顾启将自己的父母从县城里面接了过来，美名其曰照顾2人起居。华淑清的噩梦从此开始。单纯媳妇恶婆婆的故事都听过吧？到华淑清这还要更离谱一些。顾启家里虽然在县城，好歹是奔了小康的，不至于肉都吃不起。2个老人家倒好，儿子回来大鱼大肉，儿子不再吃糠咽菜。华淑清又不会家务，也没啥本事找工作，四处碰壁，还没了靠山，在顾启父母眼里简直十恶不赦，天天用语言凌辱他。我这女儿脑子没有，家教还是在，恶毒的话说不出来，只能和顾启诉苦。顾启呢，发现华淑清是真的被踢出了画室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早没了先前的耐心，后来几乎不怎么回家，徒留华淑清一个人受折磨。情况直到华淑清发现自己怀孕也没改善。华淑清的钱都给了顾启买房子，身上一个子儿没有，心里又叫着劲，不肯回来向我低头，就这么硬生生熬着，终究没熬住。听完，我感觉脑仁都要炸了。张景云是跟着我来的，见状去接了杯热水递给我，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酸甜的。我看向张景云，他得意地悄悄晃下手里的维 C 泡腾片，心里顿时轻松几分。我给了华淑清2个选择：1，跟顾启离婚；2，我选1。华淑清选得很快，第2个选项听都不听，看来是真的受够了。我点点头，将杯子还给张景云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张大律师的效率不可谓不快，华淑清身子还没养好，顾启已经连人带父母的滚回老家了。我十分好奇，离婚和房子的事情好办，他工作你是怎么搞没的？张景云冷酷一笑，霸总味十足，我可没搞，现在提倡减负，那些正经机构都倒闭多少个了，何况他一个无证经营的。啧，我惋惜地摇摇头，天花板果然可怕，谁惹你谁倒霉。张景云瞥我一眼，揶揄道：你好意思说我？我耸耸肩，确实不太好意思。顾启一家滚回县城只会更倒霉，他们县城出租的那套房子是违章建筑，得拆，
两个老的又没到年龄可以领退休金，要么出去挣钱，要么就压力全给他儿子。希望顾其顶得住压力。青青那边你怎么打算的？我挑挑眉，想知道。张景云满脸写着废话2个字。行，傲娇是吧？我噙着神秘的笑容，就是不告诉他，直到张景云开口求饶。好宁宁，我想知道。说罢还帮我添了茶水。于是我得意地笑道，我让他还钱。张景云惊呆了，还钱？对呀，他的住院费我掏的，可不就是要还钱？离婚了，不代表华淑清做回了华宁的女儿，她还是要走自己的路，要学会自力更生，要变强。走出去了，就不能再回到金丝雀的日子。青青答应了。我想起华淑清神色里的慌张和恐惧，那一瞬间是有点为过去20来年的骄纵后悔的，所以态度更加坚决。人还是得靠自己的能力活着。青青还年轻，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犯错，去成长，然后重新站回和华宁之女相匹配的位置。张景云拍拍手，不愧是你。我毫不客气地回道，彼此彼此。这对话好像有点耳熟。我看向张景云，张景云也看向我。我们头顶是湛蓝的天空，脚下是川流不息的车辆。时光流转，我们终于在对的时间重逢，相知，携手，共度。全文完。